大家好，通过今天分享的视频，你可以在 Windows 上只安装一个软件，就直接部署一个属于自己的 AX 操作系统环境，并且全程除了 Windows 自带的 PowerShell 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第三方工具。考虑到每个人电脑情况不一样，甚至可能不方便外网下载安装软件，我在网盘除了共享 AX 安装光盘介质、命令解析文本文件，还将视频中涉及的2个不同阶段刚部署完成的虚拟磁盘文件也共享了。有需求的也可以直接引导虚拟磁盘文件运行 AX 操作系统。视频内除了讲清楚安装运行 AX 的实现方式、运行逻辑，还顺带在演示过程中讲解了一些涉及安装过程不规范作业导致的常见生产系统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有需要的可以按需观看，也欢迎点赞、转发、评论、收藏和关注。这里先说一下分享初衷，本身不论是日常管理、使用、搭建、迁移PowerVC 的云计算管理平台架构、PowerVM 虚拟化，还有 PowerHA 高可用集群，除了涉及通用企业级的网络上存储知识，更重要的是对 AX 操作系统有足够的熟悉和了解，更不用说作为核心系统的管理人员或 DBA， 本身平时就会涉及很多操作系统层面的操作。但由于 AX 环境日常普遍运行在中亚系统，不能随便折腾测试，鉴于 Power 与 X86 属于异构，无法像是 X86 Linux 那样就在普通 PC 安装与虚拟化，一直以来接触 AX 就是很大的门槛。像是我早年入行后，为了快速成长，就是专门通过自费购买旧型号二手小型机设备，在家实验学习的。后面长期出差，也购买过别人利用旧机器搭建的远程环境。不过这些远程环境属于集体共用，也不能做一些极端操作和实验。有属于自己可以随便折腾的 AX 环境，一直都是圈内的人很希望拥有的。即便现在信创原因 Power 和 AX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下降，存量市场上只要国产化还没有完全替代，充斥我们生活的金融、政府、医疗行业的关键业务，就非常有可能还是 AX 操作系统。也还有不少涉及相关工作的从业者，对于有使用需求的人，方便的环境仍然是必要的。近期有一些我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人员提到，以前参加过官方组织的 Power 小型机相关的培训活动，更像是纯粹的公司营销手段。参加 AX 的培训课程现场实验环境都没有提供，讲课老师就只能靠着 PPT 硬讲，导致参会人员云里雾里的听天书。更离谱的就是活动还要考试、发放证书，这些证书最后既不能证明学到知识，招标更是用不上，等于废纸。因此分享今天视频的初衷是希望提供给所有普通人一个最容易实现的 AX 环境，并且是可以尽量最少使用依赖其他工具和条件的方式就可以达成的，哪怕只能进行简单的学习、验证和测试。所以视频分享中用得到的，除了安装介质，就只有 QEMU 的安装包。不论内网外网，其实都有了一些 QEMU 安装 AX 的分享文章和视频，但因为分享人基本都是2级，要么是不太接触 AX 的 QEMU 模拟爱好者，要么是太专业的人员，基础知识和细节忽略不提。用得到 AX 环境的初学者看这些东西很容易绕路，所以我将会在这个视频就把我看到其他分享中没提或者提了但是错误或者不规范的概念都讲清楚。再来说实现方式， QEMU 是本次分享用得到最主要的软件，其次就是 Windows 自己的 PowerShell。 QEMU 的全称叫 Quick Emulator， 虽然 KVM 加 QEMU 已经被不少公司用于很多云方案虚拟化的项目和产品中，但其实从名字就可以推断出，在异构的情况下，它实际行为是软件仿真模拟，对于 CPU 的要求会比较高。得益于近些年 X86 的算力提升，已经可以在 X86 实现模拟 Power 小型机的 PPC64、PPC64LE 架构。通常来讲，安装 Power 版的 Linux 发行版，比方 SUSE、Red Hat Linux 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X 还是有很多限制，能跑 Power Linux 未必就能跑 AX。我现在就可以给出结论，想要运行 AX， 除了需要完成运行 Power 架构指令，操作系统引导层面还有硬件校验限制以及微码校验限制都必须通过才可以。此外，操作系统内必须包含各虚拟设备驱动，否则也必然无法正常运行相应版本。在2018年前后， IBM 花了不少力气搞 Power Linux、Open Power 产品，其中包括 Power KVM。而同期 IBM 与 Nutanix 合作推出了基于 Power 的超融合产品，对外称是使用 Nutanix AHV 作为 Hypervisor 虚拟化层，支持 X7.2、TLR、RSP2 之后的版本。
国内虽然没有卖过几台，但是我在2018年算是有幸接触过。通过这些信息，其实就可以推断出，官方图景下 Nutanix 底层正是通过 Power、KVM 和 QEMU 实现安装 AX 的。因为 IBM 在7200-0202以上版本添加了 KVM 和 QEMU 可用的设备驱动，并且在启动校验中放行了 KVM、QEMU 的标识，否则即使模拟了 CPU 指令，但不论是设备型号校验还是微码级别的校验，都会导致 AX 无法引导。这是一张外网推特上的图，可以看到 Nutanix 环境运行的 AX PRT-config 命令显示的它正是一个 QEMU 的模拟环境，因此 x86 QEMU 得到了机会等效运行 Nutanix 可以运行的 AX 版本，也就是7200-0202-1806以上。而 IBM 有把最新版本 AX 新功能更新下放到旧主流版本的习惯，所以 AX 7.1 发行时间晚于7200-0202-1806的版本也有机会可以安装到 QEMU 中。毕竟2018年的 AX 7.1 也算是最主流的版本，所以诞生于双方没有这方面合作以后的 AX 7.3反而就无法通过 QEMU 的安装启动校验了。了解到上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选择版本。近期我测试的版本包括 5300-1209-1341、6100-0912-1846、7300-0202-2420，和我上面的推断一样，验证了都是无法引导运行的。不论在 QEMU 中设置 CPU 为 Power 7、8、9、10都不行。这里借着以上几个版本号，对不熟悉 AX 命名规则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5300、6100、7300都是大版本，分别是 Version 5 Release 3、Version 6 Release 1以及 Version 7 Release 3。第二个字段的121202称为 Technology Level， 简称 TL， 设计的是功能性内容的更新，包括一些新特性、新命令的支持。第三个字段091202则称为 Service Pack， 简称 SP， 就是维护性的更新，属于定期发布的修复性补丁的合集。第四个字段1341-1846-2420是相关版本内部 GA 时间，也可以认为是官方正式版发布时间。这里分别是13年的第41周、18年的第46周、24年的第20周。有些版本号这里是0000的，算是初始版本。这三个版本中 AX 5.3 显然是没有机会的。虽然610912和730202都晚于72020218年初发布，但基于前面的原因，也就没有办法通过启动校验。在已知 7.2、7200-0202-1806以上版本可以运行，那 AX 7.1 呢？之后我也特意测试了 7100-0309-1717、7100-0406-1806这两个版本同样无法通过启动校验，原因也容易推测出来。TL 出版开发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开发相应的功能，其中7100-0300后4位是1341， 7100-0400后4位是1543。13年和15年压根也没有任何人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而 X TL5 的出版为7100-0500-1731、7100-0501-1731、7100-0502后4位是1832，大概率就已经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再考虑项目打磨后完善的时间，于是我选择用于本次视频分享的是发行时间2020年下半年的7100-0507-2038和7200-0306-2038。对于有条件获取其他版本介质的朋友，个人也建议涉及 QEMU 的相关部署要高于这两个版本。在这两个版本中，我更推荐7100-0507-2038，原因是 X 7.1 系统运行要求更低，仅需要512兆即可，而 X 7.2 则是2个 G。可能方面 7.1 大概率也会比 7.2 更加轻量化，所以 CPU 的要求也会更低。另一个原因，我这里提供另一张图，是7100-0507安装后的 Print Config 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来 7100-05 可以采用 Power 10的 CPU 参数启动 QEMU， 而7200-03以及更高版本都只能选择 Power 7、8。如果选择 Power 9、Power 10会无法启动，因此还可以推断出对 7.1 TL5 的限制会更少。这两个因素都不同程度影响了系统模拟运行中的完整程度和流畅程度。结论方面也是 7.1 更快，其中包括安装时间来讲，同样700多个包，安装 7.1 能快上不少，并且因为历史进程原因，很多关键业务既不敢盲目国产化，也被限制不能采购更新旧设备，导致国内 X 7.1 在用套数恐怕是远高于 X 7.2 的，尤其还在服役的 X 7.1 加 Oracle 11G R2 非常多。我分享这个环境也计划今后用于演示讲解和教学，使用程度会更广。
运行配置要求方面其实没有太具体的配置要求，主要的性能开销在 QEMU 作为仿真软件的 CPU 开销上，因此 CPU 最好是单核性能越高越好。如果本身个人电脑内存不太多，可以分配少一点，不需要像是我一样分配8个 G。以下是我测试安装7200-0505时，使用不同配置的个人电脑采用相同的 SMP4 8G 内存，也就是 4C 8G 的消耗时间。可以看到第一套配置12代的 i7-12700F 32G 内存，耗时1个小时10分；另一台笔记本11代 i5 24G 内存，耗时1小时43分，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但另外一台机器是老台式机 AMD 的 FX 8320E， 虽然内存也有32个 G， 但是最终耗时4小时17分，并且第三套配置在加载 ISO 的时间就已经耗时10分钟，差距其实很明显的。实际安装过程当中，数组机的 CPU 占用率都不是太高，磁盘显然都不是瓶颈，我个人判断应该还是耗时主要到本身安装文件的解包、复制、传输上。对于原生环境可能不算太大的任务，但对于软件异构模拟来说 CPU 还是会有些压力，所以太老的 CPU 估计会比较吃力。之后我们再来讲安装步骤，首先是准备 ISO 安装介质。我在网盘已经分享了7100-0507-2038和7100-0306-2038，本次的视频演示使用的是7100-0507-2038，确实也是更建议的版本。然后是下载 QEMU 软件，出于本文初衷的最小运行要求原则，在官网下载 Windows 64位的2进制版本就行。其实不论是中文互联网还是外网，我看到的分享文章和视频，大部分人都是通过 Windows， 然后虚拟化 Linux， 再在虚拟化的 Linux 中安装 QEMU， 再安装 AX 这样套娃操作来实现的。包括噩梦的作者已经退休的前 IBM 大神 Nigel Griffiths， 我在国内平台最初几个视频都是转载他的，但毕竟这套操作很繁琐，并且有性能损失，套娃操作大可不必。哪怕在 Windows WSL 运行 QEMU 也是可以的。其实我也更推荐有条件 WSL 的采用 WSL。当然，官网这个 Windows 2进制文件版本严格说是非官方版，但是用它是最简单。官方的 MSYS2 方案本质上还是类 Linux 环境运行，并且应该只支持 x86 模拟虚拟化，不能用于 PPC64 的架构。这个 EXE 版本，当前最新的版本也是 9.1 和官网一致。经过测试 WSL 的 9.1 可以安装7200-0505，但是这个 Windows 的 9.0 和 9.1 却不行，改为使用 8.2 是可以的。各位要是遇到问题，不妨换一个版本。分享到网盘的压缩包里，我也放了 8.2。安装 QEMU 呢，没有太多的特别过程，所以这里我就忽略掉了。因为 QEMU 支持很多其他架构模拟，如果用不上的可以只选 PPC64。为了方便后续操作呢，我指定的安装路径是低盘的 QEMU 这个目录。接下来的后续操作，我们在 Windows 终端中使用 PowerShell 就可以完成。我们一边进行操作，一边开始讲解。视频演示当中的文本都是我提前写好的，这里可以看到的是 PowerShell 的版本，还有另一个文件是.sh 的。如果各位朋友你使用的是 Linux 来进行 QEMU 的操作，可以参照.sh 这里边的命令。首先第一步呢是创建虚拟机磁盘文件的存放目录，如果是在 Windows 图形界面自己创建好，当然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是创建虚拟机磁盘文件，上面的命令呢，我们用 QEMU img 创建了2个20G 的磁盘，磁盘格式呢是 QCOW2， 刚创建的文件只有 193KB， 旧版的 QCOW 全称是 QEMU Copy on Write。QCOW2 这是优化后的 Version 2， 支持写实复制、压缩、加密和快照等功能，理论性能接近 RAW。 我实测过 RAW 环境安装耗时跟 QCOW2 基本差不多。 QEMU img 也支持创建其他格式，比如 RAW， 原始格式性能较好，但不支持高级特性，分了 20G 就占 20G。VMDK、VDI、WimOL 和 VirtualBox 的默认虚拟磁盘格式我没有测过。 QEMU 是可以创建并且可以使用的，但未必能支持的太好。然后呢是执行 QEMU System PPC64 命令，使用光盘引导。在 PowerShell 中使用撇号可以进行命令换行输入，增加可读性。和 Unix、Linux 当中
使用反斜杠是类似的，执行角度把同一条命令锯成一行当然也可以。第一个参数是 CPU， 在 QEMU 8.2 和 9.1 当中，可以选择包括 POR 7到 POR 10的类型，都可以用来引导71000507的安装光盘。但目前实测只有 POR 7、POR 8是可以安装 AX 7.2 的，并且有些版本会出现 CPU 指令及原因报错一开始就无法引导的，也有引导到 kernel 加载报错 888102700700C20 的。这个报错实际上是 kernel 版本与威码不符，无法通过校验。结合 IBM 推广 POV KVM 以及 Nutanix 合作推出超融合产品的主要时间都在基于 POV 8，我们在 x86 QEMU 模拟 X 选择 POV 8其实是更合理的。X 7.1 TL5 能设置 POV 9、POV 10方式加载运行，估计也是一开始权限开的比较大。理论上 X 7.1 也可以在 PowerPC 970和 POV 4、POV 5当中运行。QEMU 也支持这些 CPU， 但是我没有测过。然后呢是机器类型，选择 P 系列就行了。演示当中呢，我把 CPU 数量设置成了4个，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脑配置进行调整，一个也是可以的，影响不是太大。内存呢，我设置是8个 G， 这里单位是默认为 M， 所以呢也可以写成8192。虽然 X 有内存预占用机制，但是 QEMU 对于内存实际上是动态分配的，要是数组机内存没有那么充裕，也占不了那么多。不过如果确实本身数组机内存不是太大，建议自行分配小一点，到4G 或者更少。串口设备设置，这个 MON 分号 STDIO 表示将串口连接到标准输入输出，并且呢通过 monitor 监控程序的方式进行处理。网上的文章涉及这部分都仅用了标准输入输出，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输入 Ctrl+C 就会导致 QEMU 进程终止，这样非常尴尬的问题。而在操作系统当中呢，使用 Ctrl+C 本来就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像默认结束拼命令之类的操作，所以增加 MON 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如果确实需要终止程序，可以通过关闭 terminal 窗口或者 Windows 任务管理器来进行操作。下一个是不进行图形输出，其实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决定要不要这条。如果不带这个参数呢，命令执行后会默认弹出一个 QEMU 的前台图形界面，可以提供 VGA 端，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用。我这里采用 No Graphic， 其实主要是为了让输入输出都到终端来。然后是磁盘位置和类型，实际安装只需要用到 HDX0， 添加2块盘呢是为了以后其他 LVM 相关的演示测试更方便。再之后呢是光盘 ISO 的位置，这一条是必须的，否则是无法启动。为了节省空间，如果系统装好了，也可以将 CD-ROM 指向一个空文件。之后呢是从光盘启动，如果我们安装完成后，就需要把这里最后的 CD-ROM 改成 disk。最后2行呢是明确指定输入输出设备到虚拟串口。还有，其实 QEMU 是有些默认参数的，比方可以看到上面的参数并没有设置网络，但是实际上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也会发现还有一张网卡，这里不指定串行设备并非就不能用，但是有可能会导致有时候的终端窗口无法正常输入输出。网卡是可以不设置的，不设置就等于减号 NIC user， 这样会创建一个虚拟网卡，并且采用 QEMU 的 user mode 转发访问外部网络，默认 NAT 网关是 10.0.2.2。 如果确实希望分区里边没有任何一张网卡，就需要使用参数减号 NAC none 来进行设置。当光盘正常引导之后，我们就会进入 X 的安装过程。实际上这些步骤是没有太多特别的，跟普通 POW 安装 X 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由于模拟环境基于 KVM， 引导设置也是基于模拟 KVM 设置，也就没有 SMS 选择引导设备这个过程。从光盘引导 boot image 的时间戳可以看到，时间是2020年的12月8号，也就是710005072038的时间。左下角的 0C31 是等待终端的 reference code，
如屏幕提示，按1回车即可。这里是选择语言，按1选择英语。进入安装界面后，按1会直接采用默认设置安装，因为太没有自主性，一般都会选择2进行自定义安装。可以看到，默认安装是在 HDIS0 进行全新覆盖安装。如果磁盘有操作系统，就会出现保留安装和迁移安装，分别用于保留设置和升级操作系统。但这里的升级操作系统是大版本的跨版本升级。这里演示了一下，按1和2分别选择 HDIS0 和 HDIS1，可以同时安装到2块盘，但是其实它们是不会镜像的，所以最后我们只安装到其中一块 HDIS0 就可以了。通过99可以回到上一级菜单，然后按4可以到 More Option， 有更多的选项。不过我们很快也会发现 X701 确实没有预装 SSH 的地方，预装 SSH 也要到 7.2 才会有。按5可以切换版本，从标准版切到企业版还有1阶版。其实安装的包都是一样多的，只是不同版本 license 可能有区别，有些功能会有限制。但是这个版本切换是安装完操作系统也可以设置的。最终我们选择企业版进行安装，按0进入下一步。确认安装选项以后，就可以进行安装了。实际上，如果你足够熟练，进来的时候选择好版本，然后按0再按1就可以了。我们并没有调整太多的选项。我在测试 9.1、9.0 的 Windows 版安装 7.2 的时候，会卡在这个 0C50， 并且磁盘大小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建议如果安装 7.2 的话，遇到这个问题可以使用 8.2。因为是 KVM 环境 ，BOS boot 这个过程之后，系统并不能自动去修改启动列表，所以这里它提示你是 KVM 环境，启动列表要自己解决。按1确认。其实这里我们已经安装好了，只是因为启动设备还是 CD-ROM， 所以重启之后还是以 ISO 进行加载启动。看到终端选择界面，我们就知道确实是进入了 ISO 启动，所以就可以结束进程。这里呢，我还用7zip 打包了一下，这是一个额外的操作，平时其实是不需要的。这里的目的是归档当前状态，大家可以不经过安装，直接加载解压后的这个虚拟磁盘，就可以跳过前面的安装过程，直接进入后面的阶段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安装后的初始化配置，这里改成从磁盘启动，
并且因为是 7.1， 所以我们可以用 Power 10来启动。然后可以看到现在的 Boot Image 时间戳已经是今天的2024年10月24号了。因为这个 Boot Image 是我们安装之后生成的，所以就会是今天的时间。因为是第一次安装，会有初始化配置的过程，所以第一次在完成 NFS 服务启动之后，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在我的这套系统里边，等待的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以后的话，这里是不会等待那么久的。当屏幕出现 Rebuild 脚本初始化完成，就可以进入操作系统设置了。进来的第一步会让你先选择终端类型，其实都大差不差，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虚拟终端，所以其实选择最古早的 VT100就可以了。之后是接受安装 license， 分别是软件 license 还有系统维护 license。这里是用 Smith 进行作业的，屏幕上的操作提示 F1、F2 也可以对应 ESC 加1和加2，这样可以避免有些软件功能的键盘冲突。已经预定义好的选项，比方 Yes 和 No， 就可以通过 Tab 进行切换。当然也可以用 F4 把清单列出来，然后再选择。回车确认完成之后，我们需要进行 ESC 加0，进入下一个系统维护 license 的选择。操作都是一样的，使用 ESC 加3可以到上一步，也可以用 Tab 切换选择界面，才会进入初始化安装助手设置页面。这个安装助手界面的任务完成选项是必须要选的，如果不选会有一些不良后果。这里为了掩饰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也就不选它。设置完 root 密码为 root 之后，我们直接用 ESC 加0退出当前界面，也就相当于 Windows 底下类似窗口，我们不点完成，直接点击关闭。然后我们用刚刚设置的 root 密码登录操作系统，再使用 cat 命令查看 etc init tab。Red Hat 之后才接触 Unix、Linux 的朋友，可能对 init tab 不太熟悉。Initable 是用于初始化进程启动操作系统的配置文件。ctd 是 Red Hat 之后引入的并发启动控制手段，一些 Linux 发行版呢也跟进引入。不过 ctd 争议也挺多的，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我们在这里就会发现，安装助手是在整个列表正中间的。由于 init tab 是串行控制的，它的类型是 wait， 就会导致它没有正常结束进程，后面的任务就会等着它结束之后才会启动。如果后面有 sh、nfs 这类任务，自然就会无法连接，添加的自定义脚本也不会执行。但不是说之前没选就拿它没有办法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Smith 菜单再选到安装助手，然后继续去完成它。还有一种办法，直接删除 etc init tab 相应的条目也都可以。这里为了演示后续操作，我们暂时还是不选择设置完成。我们先来看时间和日期的设置。在设置日期时间时，我们会发现当前 AX 的操作系统时间和我 Windows 时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先不设置它，我们先设置时区。选择已定义时区文件，这里文件有很多，但我们可以使用斜杠搜索，然后找到上海，设置时区城市为上海。确认完成之后，我们会发现它提示你，任何更改时区的操作都应该重启操作系统。如果我们不重启，有什么影响吗？是时区不会生效吗？那我们先直接退出。
通过 env 的 tz 参数，还有 date 命令，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系统时间和时区和之前还是一样的。但如果我们 Ctrl+D 退出登录，重新再登录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时区变成我们设置的上海，并且 date 的时间与我 Windows 的时间也变成一致了。这里我直接给出结论，很多人认为这样时区就已经生效了，然后不重启，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时区更改之后的进程，它是新的时区；时区更改之前的，它就是旧的时区。然后在一些多年不重启的生产系统，就会出现一种诡异现象：设置的计划任务时间执行永远有问题，永远差8个小时。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操作系统没有重启过，计划任务还是按以前的时区运行的。这里我们还是暂时不重启，先看一下别的操作系统命令展示的结果。PRT-CONF print config 这是列出当前系统的相关配置。可以通过它看到系统一些基本概况。当前操作系统就已经知道自己是运行到 QEMU 之下的，并且呢是 Power 10的 CPU 类型，但是以 Power 8兼容模式来运行。然后看一下 Topaz， 这个是系统性能监控的命令。当然还有一个功能更强大的是 nmon， 运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它等待时间很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运行 oslevel-s，oslevel-s 是列出当前操作系统的具体版本号，它不是通过读取文件来进行的，因为会读取整个操作系统相关的 kernel 以及文件集的整体状况，所以它耗时本来就会比较长。当 OS level 出现结果之后，我们再运行 nmon， 它就可以很快出现结果了。让它功能比较丰富，这里只是随便演示一下，包括像 CPU、内存、paging space 都是可以单独查看的。按 Q 的话就可以结束当前的 nmon 进程。我们进入操作系统之后呢，发现退个键会无法使用，每按下呢就会出现一个超入符加问号，这个是键盘映射的问题。使用 stty 命令把 erase 指向这个字符，其实就可以使用了。当然，如果你是手写 vi 操作的，也可以用 set-o-vi 把命令行变成 vi 的操作方式，这样就可以类似上下箭头调取命令记录了。接下来呢，我们安装 OpenSSH， 顺带简单讲一下软件的安装。我们先使用 lsapp-l 命令，可以看到是没有安装 OpenSSH 的，并且呢，不论是 SSH 的子系统，还是 SSH 命令、SFTP、SCP 这些都是没有的。只有安装系统的时候，顺带安装了 FTP 还有 Telnet。通常来讲，安全加固的时候，这两个没有加密手段的连接方式是会被屏蔽掉的。安装软件呢，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哪怕都是 Smith， 也有不同的途径。
我们这里来看最普遍的一种方式，使用 Smith Install 进入安装菜单，然后选择安装升级软件，再选择安装软件。在安装位置这里，我们直接用 ESC+4，然后选择 CD0。当然，如果放到本地文件系统的话，也可以选择填写路径。在软件安装选项当中，默认是安装所有最近版本。显然，我们只需要选择相应的 SSH 的包就可以了。所以按下 ESC+4，打开 List。之后可以通过上下箭头找到相应的包，但是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可以使用搜索 SSH， 然后回车。找到相应的包之后，我们可以 ESC+7 进行多选，把相应想装的包都选上。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要安装的是哪些包呢？所以我们还有另一个途径，叫做安装 Software Boundary， 也就是将这些软件提前打包定义好。同样是 ESC+0， 选择 CD-ROM， 这里呢就按照他们的软件类别提前定义了要装哪些包。最后两个包就是 OpenSSH 的 Client 和 Server， 因为 Server 版的依赖包本来就包括了 Client 的包，所以安装 Server 也是会自动去安装 Client 的包的。这里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可以先预览一下。从输出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只是一个预览安装。然后可以看到已经安装的包有哪些，还有哪些是将要安装的包。并且还有提示，安装 Client 需要接受 License。那接下来我们选择接受 License， 并且直接安装。当左上角的 Running 变成 OK 之后，我们就知道安装已经完成了。我们也可以继续查看一下它的输出日志。在日志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安装过程以及输出，包括依赖包还有这些包的安装情况。日志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包的安装状态都是成功了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回到命令行，再使用 ls app 命令，再检查下已经有了相应的包，并且相应的 ssh 命令和 sftp 命令也都可以用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给本地网卡配上 IP 地址，但是也可以通过 SSH 到本地回环地址 127.0.0.1 进行验证。对于配置 IP 地址，我们先要确定 adapter 以及 interface， 其实也就是适配器和接口，对应2层和3层设备。AX 这块是分得比较清楚的。
ET 设备现在是很少被使用的，一般都是配置到 EN 上面。前面我们在安装助手菜单看到有配置网络通信的选项，当然也就可以在这里进行网络设置。在选好 Interface 设备 EN0 之后，能看到可以配置的选项包括主机名、IP 地址、源码、域名服务器和网关。同样的内容，我们也可以通过 SMIT TCP/IP 进入，这是更普遍的配置方式。实际上，我们还可以通过选择 EN0 之后，按 ESC+8 列出快捷路径。以后通过 SMIT 跟刚才的快捷路径 MK TCP/IP 就能直接进入相应的设置页面。不过在这里，我们先演示一种可以使用但不太规范的做法，这是在一些分享文章和视频里边看到使用的，就是直接使用 ifconfig 命令配置 IP。作为 Unix 内定是通用的配置方式，当然这也是可以使用的，不过其实只建议作为临时配置，因为它是在内存生效的，重启之后就没有了。用起来确实简单 ，ifconfig 命令跟接口名称 IP10.0.2.5 状态为 up 就设置好了。不过它并没有激活 EN0 的设备状态从 define 变成 available。ifconfig A 倒是可以看到 EN0 已经 up， 且有了刚才配置的地址。测试pin QEMU NAT 网关 10.0.2.2 和 DNS 10.0.2.3 也都是通的。而使用 LSATTR 查看 EN0 的属性，不但在 net address 没有看到相应的 IP 设置，并且当前状态显示也是 down。还有另一个类似的设置就是网关，我们已经知道网关地址是 10.0.2.2， 配置正常就应该可以通过它转发拼通外部地址 192.168.2.1。现在没有设置，它当然是不通的。通过 netstate-rn 可以查看路由表，其中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信息。使用 root 命令添加0号网关 10.0.2.2 设置之后，确实就可以拼通外部地址了。不过这也是内存生效命令，重启就会失效。在演示重启之前，我们先更正网上一些文章里边一个错误，就是在 X 里边关机shutdown命令并没有减大 F 斜杠大 F 小 r 这种方式。我猜测作者可能是从外网找资料的时候，将别人说的减 F 快速关机参数或减 FR 快速关机且重启参数混淆成一条命令了。实际上这样输入只会当做shutdown减大 F 进行快速关机处理。我们借着关机重新激活的机会，也顺便讲一下 QEMU 命令启动参数。QEMU 命令 NoGraphic 不进行图形输出，和 Serial 串口通信设置是有关联的。假如串口设置只有标准 I/O 的话，命令带 NoGraphic 参数就会无法运行。
而为了演示窗口设置不带 mon 监控输出参数的弊端，我们需要去掉 NoGraphic 引导，之后就会发现多了图形界面窗口。不过就像之前我说的，这个对于 AX 模拟环境并没有什么用处。启动完操系统，我们还是会看到终端选择界面，其实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安装助手的首页，我们之前特意没有在安装助手选择任务完成，重启就会再见到它。再次直接不选择任务完成退出。我们进入操作系统后，先通过 LS-SRC 查看 SSH 的子系统组。当前它处于激活状态。之前我们提到过，在某些没有在安装助手选择任务完成的系统，可能重启后会无法使用 SSH。正是因为早期有些版本 SSH 是在 INIT-TAB 有独立条目，并且启动顺序靠后的原因。而我们今天安装的版本只是将 SSH 并入了 rc.tcp/ip， 启动早于安装助手，所以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我们使用 ifconfig-a 命令，会发现重启之后，原本 EN0 上的配置的 IP 不在了。为了规避 ifconfig 命令配置 IP 重启失效，也有将命令加入脚本在 INT-TAB 运行的做法。且不论是否规范，至少要保证它有机会运行。标准的做法还是使用 smit make TCP/IP 进行初始化网络配置。在这里，我们要先填写主机名，用方向键移动到最右以后，可以删除已填写的 localhost 字符。假如不能使用退格，可以用 Ctrl+H 进行字符删除。之后，我们将主机名命名为 x71test，IP 地址设置为 10.0.2.6， 掩码255.255.255.0。Unix 系统中非必要不建议随便设置域名服务器，要是服务器不通或者无法解析，负面影响非常大。所以这里忽略不填，网关填写 10.0.2.2。最下方的选项 Start Now 可以先默认为 No， 执行完成后可以看到命令是分别对 INET0、EN0 两个设备进行了修改。退出之后，我们使用 hostname 命令，就可以看到主机名已经修改为了刚刚设置的 AX71test。另外，我们还发现上次系统启动设置的退格键键盘映射也失效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输入。为了以后更方便，我们可以创建.profile， 将 STDY 设置键盘映射和 set.ovi 设置命令行采用 VI 模式的操作的相应内容都添加到里边。通过 echo 命令将相应内容添加到.profile 之后，我们还可以使用 cat 命令检查一下。继续回到 IP 设置相关内容，我们通过 LSATTR 查看 EN0 的设备属性，就会发现这次 net address 出现了刚才设置的地址 10.0.2.6， ifconfig 命令的输出结果也显示 EN0 的地址正是 10.0.2.6。
查看刚才 Smith 中显示已修改的另一个设备 INET0 的设备属性，则可以发现其中就有刚才设置的 hostname 选项和 root 选项，也就是主机名和路由信息的正常途径是记录到这里的。这回我们依然可以平通网关地址 10.0.2.2， 但是还记得我们这次启动 QEMU 串口通信参数拿掉 MON 了吗？这时我们按下 Ctrl+C 并不会终止 X 中的 ping 命令，而是会终止 QEMU 整个进程。为了避免这类误操作终止 QEMU 软件的尴尬状况再次发生，之后我们启动 QEMU 都会把 MON 参数选项加回去。跟我们预料的一样，这次启动操作系统后仍然出现了终端设置窗口，但是我们这次在安装助手页面选择任务完成。再登录操作系统，我们在 Smith 菜单中还是可以看到安装助手的内容，但是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任务完成这个可选项了。cat 命令查看 INET-TAB 里边安装助手的条目也没了，grep 筛选之后也一样找不到，因为我们设置 IP 地址采用了 Smith make TCP/IP， 这回重新引导操作系统 IP 地址就得到保留。通过 ifconfig 键 A 可以看到它是生效的，并且 LSATTR EN0 属性当中 net address 的 10.0.2.6 也还在。当然 LSATTR 看到的设备属性本身也只是一种展现形式，其实 X 里边很多信息都是保存到名为 ODM 的数据库当中的。对于EN0这样的网络接口设备，修改信息就可以通过 Smith CHINET。我们对比一下 Smith make TCP/IP， 会发现 make TCP/IP 涉及的内容是更多的。ESC+6 调出生成命令后，可以看到调用的是 make TCP/IP 命令进行作业的。早期 X 版本在这里会看到 ESC+6 出现的是一个有点复杂的脚本，现在看起来直观了很多。不过实际上 make TCP/IP 命令在当前系统版本里也还是一个小脚本，不过调用方式不同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 cat 命令查看，里边修改 IP 地址就是使用了 chdv 命令修改 interface 属性。Smith TCP/IP 中第二个项目是进一步设置，就是可以单独设置主机名、静态路由和网络接口配置的地方。在 Smith 中，所有操作的后台命令都可以使用 ESC+6 来进行查看。我们如果选择修改网络接口属性，就会发现正是 Smith CHINET 的内容。ES+6 显示调用命令可以看到，它正是通过 chdv 修改 EN0 的属性实现的。假如我们这里将 IP 地址修改为 10.0.2.5， ESC+6 看到的命令就会有 net address 等于 10.0.2.5 的字段。
在命令行的 ifconfig 减 a 查看当前地址 1N0， 就变成了 10.0.2.5。已经知道命令格式之后，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命令行 chdv 命令修改地址为 10.0.2.7。修改是即时生效的 ，ifconfig 减 a 的显示结果也变成了 10.0.2.7。前面我们看到 make TCP/IP 修改内容很多，其实其中也包括了生成本地域名解析文件 etc hosts 中的项目。在我们已经2次修改 EN0 中 net address 之后，再去查看 etc hosts， 会发现这里还记录的地址是 10.0.2.6。如果真的需要本地解析，就需要自行修改 etc hosts 的文件。要是我们继续使用 make TCP/IP 进行 IP 地址修改，它会修改 etc hosts 吗？我们继续演示，这次将地址修改成 10.0.2.8。ifconfig 减 a 显示 EN0 修改地址成功，查看 etc hosts 却发现出现了2行本地主机名解析项目，一行旧的 10.0.2.6， 后面一行 10.0.2.8。对于这样异常的内容，我们应该直接是通过 vi 编辑修正掉。生产项目中，因为变更不规范，造成类似现在 etc hosts 有多行项目，并且引发问题，是很常见的。原因是 etc hosts 遵循很简单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解析顺序的逻辑。假如我们保持有问题的 etc hosts， 尝试拼命令访问 AX71 test 的主机名，就会发现无法访问，因为解析之后定向到了 10.0.2.6 这个无效的地址。只有我们删除 etc hosts 中无效的行，重新拼主机名，才会解析出正确的地址。基于类似的原因，当然也就更不建议去胡乱修改 localhost 解析的内容了。今天视频我们最后补充一点其他小知识。第一 ，AX 里边错误日志管理系统是 ERR log， 可以直接 ERPT 命令查看。我们暂时没有模拟太多故障，所以只能看到一些重启后 ERPT log 记录的开关信息。这里只讲一下时间戳，1024133124顺序是月、日、时、分、年，也就是2024年10月24号13点31分。最后一位它不是秒，和我们 date 显示的时间是一致的。然后很多 AX 安装文档里边都会涉及到 rootVG 磁盘镜像。我们已经将2块虚拟磁盘添加了虚机，所以也是可以进行 mirrorVG 操作的。本期时间关系，我们暂时不做。这里主要是为了讲一下，这些文档里边肯定会涉及 busboot 和 bootlist。busboot 减 adsd10 是可以成功的，因为这是操作系统本身的命令，作用是将当前系统的 boot image 刷新到 HDisk 磁盘头部，而 bootlist 命令在当前环境就无法使用。比方我们使用 bootlist 减 m normal 减 o， 想要查看当前普通模式启动列表，就会提示我们是 KVM 设备，
启动设备设置是 kvm host 执行的，换成想要用 bootlist 的命令将当前启动设备设置为 hdisk 也同样做不到。实际上 bootlist 是一个对硬件交互的命令， Power 小型机算是高度整体化设计的商业方案， X 操作系统只是其中一部分，在 QEMU 的环境就无法响应。diag 这个命令是 diagnostic 的简称，所以正确读法是 diag 不是 diag。 作为硬件诊断命令，当前环境没有对应的硬件，但也就无法在当前系统运行。不过 Smith 中 drpcr 动态更换 PCI 卡槽的命令是可以用的。通过命令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系统有非常多的虚拟 PCI 卡槽，总共256个。视频最后，我们再使用shutdown-fr 命令重启，再确认一次，再开机启动操作系统，还会不会再弹出 Install Assistant 的设置请求？本次重启，我们还能发现启动镜像的时间戳，经过我们前面 BOS boot 也发生了变化。这个时间戳就是系统时间扣除时区得来的。最后和我们预料的一样，本次重启之后，直接就到了登录界面。通过 ERPT 我们也能够看到，本次重启系统正常关闭时 ERPT 日志 turn off， 系统启动后则 turn on。本次视频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包括视频中使用的安装介质71000507 ISO， 另外72000306 ISO， 还有视频中间光盘刚安装完成以及视频结束时的虚拟磁盘文件，连同 QEMU Windows 版 9.1、8.1 在内，我都已经打包上传到了百度网盘和电信网盘，有需要的可以点赞关注 UP 后私信获取。下次再见。